前世，我是机械厂大院里出了名的娇气包。沈玉白总嫌我不会过日子，买肉要挑精瘦的，吃面要吃白粉的，稍微受点委屈就闹得满大院皆知。上辈子我们最后一次吵架，是因为他把家里的肉票偷偷补给了隔壁院里能干节俭的秦寡妇，我闹得摔了碗，沈玉白黑着脸摔门而去，冷战了整整3个月，直到我意外出车祸死掉，我才明白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他只是嫌我做。再睁眼，我竟回到了1983年，沈玉白刚提干，厂里分配特区随调家属名额那天，大院里的家属都在起哄，沈公，这回带不带你家那个娇气包去申城享福啊？沈玉白黑着脸，习惯性地丢下一句，带他去除了丢人现眼还会干什么？不如让给能吃苦的同志。他以为我会像往常一样哭着闹着上去抢他的行李箱，可下一秒我连眼皮都没抬，平静地把那张盖了章的离婚申请书拍在桌上，顺便把他的衣服全都扔了出去。随调名额我不要了，沈公，这日子我不陪你熬了。沈公，带不带你家那个娇气包去申城享福啊？我端着搪瓷盆从屋里出来的时候，正好听见这句话，说话的是隔壁李嫂子，嗓门大，生怕全院听不见。她旁边还围着几个家属，嗑着瓜子，眼睛亮晶晶的等着看热闹。沈玉白就站在院中央，他今天穿了那件新发的蓝色工装，板板正正，手里捏着一张红头文件。他没说话，但嘴角往下撇了撇。上辈子我每次看见他这个表情，心脏就像被人攥了一下，我会冲上去挽住他胳膊，故意娇着嗓子喊沈玉白，你带我去嘛。然后他黑着脸甩开我，说些难听的话，我被惹哭，他又嫌烦，全院看戏，带他去除了丢人现眼还会干什么？沈玉白的声音终于响起来，还是那句，不如让给能吃苦的同志。家属们哄笑，李嫂子拍着大腿，沈公你这嘴啊！晚堂听见又要闹了，每一句都和上辈子一模一样。上辈子我听了这句话，当场把搪瓷盆摔在地上，哭着问他我哪里丢人了，然后跑回屋锁上门。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冷战3个月都没音讯，直到我出车祸。临死前我在急救车上听见护士说家属还没到，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，想的是沈玉白在申城，他不知道我出事了。可我后来才知道，他第一时间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只是他觉得这又是我的手段，想骗他回来顺势求和。我那时候想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不要再让他知道我死在哪里。思绪逐渐回拢，我转身，这才看向沈玉白，他手里那张红头文件我认得，是特区随调家属名额，全场只有3个，他拿了1个。上辈子我哭着求他带我走，他不情不愿地答应了，到了申城又嫌我不适应，嫌我不会做饭，嫌我给他丢人。临晚堂，沈玉白见我半天没动静，皱着眉头喊我名字，你听见没有？我没应声，转身走进屋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里面那张纸我上辈子就填过的离婚申请书。我走回院子，把信封放在石桌上，随调名额我不要了，我说离婚申请书我填好了，你签个字，咱俩就两清。林晚堂，你又在闹什么？他脸一下子黑了，伸手要去抓那个信封，我没拦他，他拆开看了一眼，脸色变了，那张纸上盖了街道办的章，做不了假。你什么时候？昨天。我随口敷衍了句，你不签字也行。随调名额给我退了，我不去申城，你爱带谁去带谁去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余光扫到院门口站着的秦寡妇，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，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，正往这边看。上辈子她就是拎着这个保温桶来的，说给沈玉白炖了汤，庆祝他提干。沈玉白喝了汤后，反复说比我家那个强多了。林晚堂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沈玉白的声音拔高了，我把文件袋往他那边推了推，我不想怎么样。我看着他，声音平静，沈玉白，这日子我不陪你熬了。说完我转身回屋，身后传来李嫂子倒吸凉气的声音，还有沈玉白重重把信封拍在石桌上的闷响。他没有追进来，我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，衣兜里还揣着那张报名表，外贸翻译选拔。上辈子我填好了，没敢交，怕他说我不务正业。这辈子我不用怕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去市里交表。门外传来秦寡妇细声细气的声音，沈公，弟妹这事你别生气，喝口汤缓缓。上辈子我听见这话会冲出去骂他不要脸，这辈子我只觉得好笑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把报名表拿出来，借着窗外的光又看了一遍。我一定要把命运紧紧握在自己手里，不为任何人妥协。接下来几天，家属院的气氛变得很微妙。我每天照常6点起床，生炉子，熬粥，蒸馒头。馒头是白面的，
没有掺玉米面。上辈子我总舍不得吃白面，觉得要省着点，万一沈玉白哪天回来想吃呢？这辈子我想通了，我想吃就吃，管他干什么。吃完早饭，我刷锅洗碗，坐在窗前看书，是英语专业的书。上辈子我藏得严严实实的那些书，现在全摆出来了。邻居路过窗户，探头看一眼，我大大方方让他们看。晚堂，你看的啥书啊？洋文的。英语。我说翻着玩的。你可真有闲心。对方笑了笑，走了，语气不像是嘲讽，更像是觉得奇怪，那个娇气包怎么突然安静了？沈玉白也发现了，头2天他没怎么回家，中午在厂里食堂吃，晚上回来倒头就睡。我不问他吃了没，不给他留饭，也不等他。以前他晚回来10分钟，我都要站在院门口张望好几回。现在他几点回来，跟我没关系。第3天晚上，他终于忍不住了。我在灯下看书，他推门进来，我在桌前，他在门口，2个人之间隔着一张饭桌，桌上没有他的碗筷。你不吃饭？他问。吃过了。我的呢？你不是在食堂吃吗？他噎了一下，没话讲。我没抬头，翻了一页书，他就站在那儿，身上还穿着那件蓝色工装，手里提着一个帆布包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拉开椅子坐下来，自己盛了一碗冷粥，那粥是我中午剩下的。他没吱声，喝了个精光。第4天，他开始主动找话说了。你这2天没出门？出了。去哪了？买菜。就买菜？他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我大概知道他想问什么。你怎么不去闹了？怎么不哭着喊着要跟我去申城了？怎么不摔碗了？他不问，我也不说。这天，隔壁李嫂子来串门，她端着一碗酸菜，说是自家腌的，让我尝尝。我接过来，道了声谢，她没走，倚着门框往屋子里瞅。晚堂，你跟沈公真要去离啊？申请书已经给他了。我说，哎呀，2口子吵架哪有隔夜仇的？他压低声音，沈公的人就是嘴硬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其实心里有你。李嫂子，我看着他，酸菜我收下了，谢谢。李嫂子欲言又止，叹了口气，走了。沈玉白晚上回来的时候，看见了那碗酸菜，他没说啥，坐了一会儿，忽然开口，林晚堂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头也不抬地翻了一页书，没理他。你那个离婚申请书我不签，随调名额我已经退了。我说你要带谁去申城是你的事。我抬头看着他，反正我不去。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，喉结上下滚了一下。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？秦嫂子的事？没听说。那你？沈玉白，我放下书，你累不累啊？他愣了一下。你每天晚上回来找各种话题跟我说话，你以前从来不这样。我说你不就是想试探我是不是真的不闹了？他被我说中了，脸一阵红一阵白。你放心，我不闹了，闹了这么多年，我也累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出了门，院里几个孩子蹲在墙根下写作业。我路过，看见一个女孩咬着笔头，眼眶红红的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英语不会写。哪个不会？她指了一个单词。我蹲下来教她读，教她拼。旁边几个小孩也凑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问，我就顺手把那一页都教了。李嫂子正好路过，看见了。晚堂，你还会英语呢？会一点。那你教教我家那个呗，他英语老不及格。行，我说放学了过来，我天天这会儿在。第2天下午来了4个孩子，第3天来了6个，我就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里，拿着树枝在地上写，一个一个教。家长们过意不去，有的端碗饺子来，有的送俩鸡蛋，我也不推辞，收了，说声谢谢。沈玉白回来的时候，正好看见这一幕。我蹲在孩子们中间，手里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。他站在院门口看了很久，我没抬头看他。晚上他回来，忽然说了一句，你什么时候会英语的？我一直都会，只是你不知道罢了。他没再问了。那天夜里，我起来喝水，看见他坐在客厅的椅子上，手里拿着那个牛皮纸信封，他没拆开，就那么攥着。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，也不好奇他心里在想些什么，这些都已经与我无关了。我没出声，喝完水回了房间，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听见他叹了口气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院里教孩子们念单词，邮递员骑着28大杠停在院门口，扯着嗓子喊林晚堂挂号信。孩子们齐刷刷抬头看我，我放下树枝，擦了擦手，走过去签字。林晚堂同志，你已通过初试，请于11月5日前来省城参加复试。我把信折好，揣进兜里。晚堂，啥信啊？李嫂子探着头问。省城考试。我说复试。啥考试？外贸翻译。我笑了笑，考上就能当翻译那种。李嫂子愣了一下，
嘴张着，好半天没合上。旁边几个家属也听见了，面面相觑。那个爱做天做地的娇气包要去省城考翻译，谁信？没人信，我也不需要谁信。晚上沈玉白回来的时候，我把饭端上桌，不是给他端的，是我自己要吃。他看见桌上多了一副碗筷，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坐下来了。我要去省城，我说。他筷子顿了一下，去省城干什么？考试。考什么？外贸翻译。他抬头看我，眼睛里是我没见过的那种表情，像是意外，又像是不安。你什么时候报名了？上周。他放下筷子，看向我，林婉堂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离婚申请书递了，随调名额退了，现在要去省城考试，你是早就算计好了？算计？我看着他，我要是会算计，不至于跟你过了这么多年。他被噎住了，我继续吃饭，没再说话，又是一夜冷战，他最擅长的招数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在院里洗衣服，沈玉白从屋里出来，手里拿着那张红头文件，他在我身后站了一会儿，开口，申城那边让我下周报到。我应了一声。你那个考试什么时候去？后天。去几天？一周。他再没说话。我把洗好的衣服拧干，抖开，搭在晾衣绳上。林婉堂，你是不想跟我过了？我转过身看着他，他站在晨光里，工装扣子系得整整齐齐，手里攥着那张文件，指节泛白。你以前从来没问过我这个问题，因为你不关心。我说，你觉得我不会走？我没等他回答，端起搪瓷盆进了屋。出发那天是阴天，我拎着一个帆布包，包里塞了2件换洗衣服和那本英语书。走到院门口的时候，沈玉白站在那里，脚边放着一个军绿色行李袋。你也今天走？我问。火车票买了。买了。我们再没话说了，2个人一起往公交站走，中间还隔着2个人的距离，脚步声一前一后，踩在深秋的落叶上，沙沙响。到了火车站，人很多，乌泱泱的一片。他排在前面，我排在后面。检票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我正低着头翻包找票。等我找到票，抬起头，他已经进站了。我上车找到座位，安置好自己的行李。没多久，火车晃晃悠悠地出了站，窗外的城市越来越远，田也越来越宽。我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那张皱巴巴的报名表。上辈子我狠心撕了它，这辈子我要牢牢地攥紧它。火车开了很久，对面座位上一个大姐跟我搭话：姑娘，去哪啊？我去省城。去干啥？找你男人呀。去考试。考啥试啊？外贸翻译。我说。大姐笑了笑：姑娘有出息。我也笑了。我不知道省城等着我的是什么，不知道复试能不能过，不知道这辈子会不会比上辈子好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我不想再等他回头了。窗外掠过一大片田埂，远处有炊烟升起来。我靠在车窗上，看着那些飞快后退的树和房子，想起沈玉白刚才在公交站的样子。他好像想跟我说什么，但最后什么都没说。他大概以为我会像以前一样，忽然改变主意，冲上去抢他的行李袋，哭着说：沈玉白，你带我走吧。但我没有，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爱哭爱做爱撒娇的林婉堂了。申城比沈玉白想的还要苦。报到那天，招待所没床位了，临时安排他住工棚，铁皮屋顶，白天晒得发烫，晚上又凉得透骨。隔壁床的呼噜声像打雷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临行前林婉堂说我去省城考试时的表情，平静的像在说一件跟他无关的事。工程进度推进也比他预想的要困难得多，图纸改了又改，甲方还不满意。他带着技术组连轴转了5天，眼睛熬得通红，嘴里起了好几个泡。食堂的菜不是咸就是淡，米饭硬得噎嗓子。他第一次觉得以前在家吃饭时，林婉堂做的那些饭菜其实挺好吃的。秦桂香是第2周出现的，那天他从工地出来，满身灰土，正蹲在路边喝水，一个保温桶递到面前，盖子掀开，鸡汤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沈公，喝口汤补补。秦桂香穿着厂里临时工的蓝褂子，笑得温温柔柔。我在这边找了个活干，没想到能碰上你。沈玉白愣了一下，没接。秦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家里日子紧，出来挣点。他把保温桶塞进他手里，别跟我客气，我一个人也喝不完。他确实饿了，汤是热的，里面还有几块肉。他喝的时候，秦桂香就蹲在旁边，也不说话，等他喝完才开口：衣服有要洗的吗？我帮你。不用。沈公，你别想多。他笑了笑，我就是顺手。后来他隔3差5就来，有时候送饭，有时候拿走他的脏衣服，洗好了叠得整整齐齐送回来。工地上的人看见了，挤眉弄眼：沈公，
嫂子对你可真好。沈玉白想解释，又觉得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他给林婉堂写过2封信，第一封寄回家属院，没回音；第二封寄到他娘家，还是没回音。他又往家属院传达室打电话，接电话的王婶说：“婉堂啊，他没回来，估计还在省城呢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。他没来信。”他挂了电话，在工棚门口站了很久。秦桂香拎着保温桶走过来，看了他一眼，没问什么，把汤放下就走了。他盯着那个保温桶，忽然觉得秦桂香确实比林婉堂懂事。林婉堂不会在他累的时候安静走开，他会追着他问你吃饭了没有，会在他烦的时候说错话，会哭，会闹，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可他现在连那团糟都没有了。2个月后，深成项目出了岔子，甲方临时变更方案，沈玉白据理力争，说技术上不可行。领导在会上拍了桌子：“沈玉白，你搞清楚，这里是深成，不是你们那个小厂。”他犟了一句，领导让他先回去冷静冷静。当天下午，他的技术方案被搁置，换成了另一个人的。他成了闲人，每天坐在工棚里，图纸翻了一遍又一遍，没人找他。他以前觉得自己挺厉害的，是技术骨干，全场最年轻的工程师，提干那年被领导点名表扬，全场通报的光荣。可现在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。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，工地上只卖散装白酒，便宜劲大。他喝了半斤，又喝了半斤，舌头都大了。他突然像是想起些什么，他跌跌撞撞走去传达室，拿起话筒拨了家属院的号码。电话响了很久，那边终于接通。喂，是王婶。王婶，我找林婉堂。婉堂啊，他考上外贸翻译了。王婶的声音透着高兴，现在在京市参加外事培训呢，不回来了。沈玉白的话筒差点没拿住。不回来了？是啊，人家现在出息了，跟着外宾跑呢。沈公，你还在吗？沈玉白把电话挂了。第二天醒过来，头疼得像裂开。他躺在铺上，盯着铁皮屋顶，脑子里只有一句话：他不回来了。他考上外贸翻译了，他去京市了，他不回来了。他想起临走那天在公交站，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，最后什么都没说。他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哭着追上来，以为他只是闹脾气，以为他去省城考什么事不过是赌气，他以为他不会真的走。他坐起来开始收拾东西，请假条领导批没批他不管，项目搁不搁置他也不管了。他把几件衣服塞进帆布包，揣上那点工资，直奔火车站。绿皮火车开了3天3夜，车厢里挤满了人，脚臭汗臭泡面味混在一起。他没吃什么东西，也睡不着。他坐在过道里，膝盖顶着别人的行李，眼睛盯着窗外，田野、山丘、村庄，一站一站往后退。但他脑海里却全是他笑着的，哭着的，闹着的，平静的。他说：“沈玉白，这日子我不陪你熬了的时候，他说我去省城考试的时候，他那时候没觉得疼，现在只觉得心像被刀剜了一样疼。”红旗车队开进厂区的时候，沈玉白正好赶到。他坐了3天3夜火车，浑身都是烟味汗味，下巴上冒出一片清茶。下车后他没回家，没洗脸，没换衣服，直接往厂里跑。传达室老刘头拦住他：“沈公，你找谁？”“林婉堂。”“林翻译，人家在接待外宾呢，你不能进去。”他没听，绕过老刘头，大步往厂区里走。刚拐过弯，车队就停在了办公楼前。车门打开，下来几个穿深色西装的外宾，然后是省市领导。最后下来的人，他差点没认出来。他穿着一套合身的藏蓝色西装裙，头发盘起来，露出一截白净的后颈，脸上画着淡妆，眉毛修得细长，嘴唇涂了淡淡的口红。“林翻译，这边请。”有人喊他，他微笑点头，转过身，对着外宾说了几句什么，英语流利的，带着一点好听的气声，像收音机里那些播音员。外宾笑了，他也笑了，笑得从容得体。沈玉白站在20步开外，脚像定在地上。这不是他认识的林婉堂。他认识的林婉堂会在冬天把手塞进他衣领里冰他，会因为买不到精瘦肉跟他怄气，会在厂门口等他下班，远远看见他就跑过来，跑得脸红扑扑的。那个林婉堂跑到哪里去了？林婉堂，他喊了一声。他正引导外宾往车间方向走，脚步顿了一下，只是一下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没有回头，没有停顿，甚至没有给他一个余光。旁边有人看他，一个灰头土脸的男人，穿着皱巴巴的工装，站在厂区主干道上，与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。他又喊了一声，声音更大了些：“林婉堂！”保卫科的人过来了，一个年轻保安拦住他：“同志，外事活动，你不能在这里。”他推开保安，
往前迈了一步，两个保安同时按住他肩膀。林晚堂，他终于停下了脚步。他回过头看了他一眼，只是看了一眼，目光从他脸上掠过，像看一个不太重要的路人。然后他收回目光，继续往前走。外宾问他什么，他侧头回答，嘴角还带着刚才的笑。他从他身边走过去了，连余光都没分给他。沈玉白站在人群外面，肩上还压着保安的手。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笑话。晚上，厂招待所楼下的梧桐树掉了半树叶子，风一吹，哗啦啦的响。沈玉白从下午5点就站在那儿，没吃晚饭，没喝水。他不知道他住哪个房间，但他知道他一定会回来。8点多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招待所门口，车门打开，林晚堂走下来。他已经换了便装，一件深灰色的开衫毛衣，头发散下来披在肩上，跟白天那个林帆一比，多了点倦意。他看见他了，脚步慢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像没看见他。林晚堂，沈公，有事。沈公，他叫他沈公，我签了离婚申请书。他转过身看着他，眼神里只剩平静。那是你的事，我后悔了。他的声音发涩，林晚堂，我后悔了。他看了他几秒，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，胡茬，黑眼圈，干裂的嘴唇。他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狼狈。以前他哪怕加3天班，也会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出门。后悔是你的自由。他说，语气没有起伏，但我已经往前走了。晚堂，沈公，他打断他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申请书你签不签都不影响我过自己的日子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他这趟回来是为了找他，说他知道错了，说他想把那个随调名额要回来，带他去申城。话到嘴边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你回去吧，他说。沈玉白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。他走到2楼转角的时候，脚步顿了一下，只有1秒，然后继续往上走，没有回头。风把梧桐叶子吹到他脚边，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双鞋，他今天穿的那双黑色皮鞋是他有一年过年给他买的。他当时说太贵了，他嫌他矫情，说不要拉倒。后来他收下了，一直没穿。他以为他不喜欢，原来他不是不喜欢，是舍不得。他把舍不得穿的好东西留到了不要他的这一天。沈玉白蹲下来，捡起一片落叶，攥在手里。招待所的灯一盏一盏灭了，他还站在楼下，不知道站了多久。沈玉白把帆布包拎回那间空了2个月的老房子，烧了壶水，擦了把脸。第2天一早就去厂里报道。车间主任看他一眼，沈公，你不是调申城了吗？回来了。他说，我先在厂里干着。他没提请假的事，没提申城那边怎么交代。他的工资降了2级，住的还是原来那间屋子。隔壁李嫂子见他回来，探头探脑地问，沈公，你从申城回来，晚堂知道不？他摇了摇头。他开始在厂里打零工，哪儿缺人去哪儿，搬货、检修、顶夜班，什么活都干。他每天提前半小时下班，绕到办公楼门口站着。林晚堂在外贸科上班，5点半下班，他5点到。第1天他出来，看见他之后，脚步没停，从他身边走过去了。第2天、第3天、第4天都一样，他不看他，不跟他说话，就像门口那棵梧桐树，他站在那里，他路过，仅此而已。李嫂子看不下去了，晚堂，沈公天天在门口等你，你就不能？李嫂子，他有他的自由，我有我的日子。沈玉白听见了，他站在窗外，手里攥着一袋刚买的橘子。他以前爱吃橘子，冬天手冷，让他包，他嫌他娇气，现在他包好了，不知道给谁吃。秦桂香是第7天回来的，他拎着一个蛇皮袋，站在院门口，穿着申城那边时兴的衣裳，头发烫了卷，跟走之前判若两人。他没先去找沈玉白，而是直接敲了林晚堂的门。林晚堂开门的时候正在看书，看见秦桂香，他没让开，也没关门。弟妹，秦桂香笑了笑，声音还是那样细细柔柔的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说吧。秦桂香往里看了一眼，像是在确认沈玉白不在，然后他压低声音，弟妹，你跟沈公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你们不是要离了吗？我就想跟你说，你要是真不要他了，能不能让给我？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。我这辈子不容易，一个人拉着孩子，就想找个靠得住的男人。沈公人好，对我也。他顿了顿，我跟他之间没什么，但你走了之后，他一个人在申城，我照顾过他一段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你想让我成全你。林晚堂替他把话说完，秦桂香的脸红了一下，又白了。弟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林晚堂看着他，你是来求我把他让给你的，
还是来通知我你们已经在一起了？秦桂香的眼泪掉下来了，她伸手去拉林婉堂的袖子，声音带着哭腔：弟妹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林婉堂没让她拉到自己，她往后退了一步，拿起桌上的电话。秦桂香愣了一下：你打电话给谁？林婉堂没回答，她拨了一个号码，接通后声音平静：麻烦转身成华泰厂保卫科，我姓林，有件事要反映。秦桂香的脸色变了：弟妹，你干什么？秦桂香，你在申城伪造工伤，骗取补贴的事，你以为没人知道？你右脚那个工伤是在来申城之前就有的旧伤，你找人开了假证明，骗了厂里3000块补助。秦桂香的脸彻底白了，她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眼泪糊了一脸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，是不是胡说？保卫科的人来了就知道。电话那头传来声音，林婉堂报了秦桂香的工号和姓名，挂了电话。屋里安静了几秒，秦桂香突然扑通一声跪下了：弟妹，我求求你，我孩子还小，我不能坐牢，我求求你。秦桂香哭得浑身发抖：你现在跪我，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错了，是因为你被抓了。门被推开，沈玉白站在门口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，也不知道听到了多少。他脸色铁青，嘴唇紧抿，眼睛看着地上的秦桂香，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。秦桂香看见他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：沈公，你帮我说句话，我真的没有。沈玉白没说话，他转头看向林婉堂，林婉堂没看他，只是低头翻了一页书。保卫科的人来得很快，2个穿制服的同志进门，核对了秦桂香的身份，把人带走了。秦桂香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忽然回过头，眼睛死死瞪着林婉堂：你早就算计好了？林婉堂这才抬起头：我没空算计你。他说：那都是你自己做的事。门关上了，屋里只剩下他和沈玉白。他站在门口没进来，他坐在桌前没抬头，沉默了很久。林婉堂：我不知道他做了那些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他翻了一页书：我知道你不知道，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告诉你，你会信吗？他说。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你不会信。他替他回答了。你会觉得我是因为嫉妒他才编这些，就像以前你觉得我嫌秦寡妇儿子吵是在无理取闹，觉得我跟邻居吵架是我不懂事，你从来没想过我可能是有道理的。林婉堂：沈玉白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是从来没有看得起我。他的脸白了。你觉得我不能吃苦，不会过日子，你觉得秦桂香能干、节俭、懂事，你不知道我为了嫁给你放弃了什么出国的机会。他说，我大学毕业那年，学校有一个公派留学的名额，英语系只有一个，给了我。我拿到通知书的第2天，你来找我说厂里分了房子，问我要不要跟你结婚。我把那张通知书撕了。沈玉白站在原地，像是被人从头顶浇了一盆冰水。你从来没跟我说过，你没问过。他说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问过我想要什么，你只关心我会不会过日子，会不会给你丢人，会不会比秦桂香差。你不会知道，我在你面前哭闹摔碗，是因为我在你面前不用装，我觉得你是自己人，是我看错了。他拿起书，从他身边走过去，这一次他没有避让，就那么大步走了。他站在门口，伸手想拉他，手指碰到他袖口，他没停，他也没拉住。身后传来关门声，沈玉白站在原地，慢慢蹲了下来，他把脸埋进手掌里，无声地抽噎着。1年后，沈玉白没有再申请去申城，他留在厂里，从工程师降成了技术员，图纸还是那些图纸，只是画图的人不再年轻了，他话变少了。以前在车间里，他脾气急，谁都怕他。现在他安安静静干活，安安静静下班，偶尔有年轻工友递根烟，他接了，点着，吸一口，看着烟雾发愣。李嫂子说他变了，隔壁王婶说他老了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只是把之前用来嫌弃林婉堂的那股劲，全用来嫌弃自己了。林婉堂的消息，他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。外贸科的小刘说，林翻译参加了国家级外事项目，去了好几个国家，英语好的连外宾都赞不绝口。厂办主任开会时提了一嘴，说咱们厂出去的林婉堂同志，这次陪同代表团出访，给厂里长了脸。沈玉白坐在会议室最后一排，低着头，手里的笔记本一个字都没写。他给他写过一封信，不是道歉信，他知道道歉已经没有意义了，他只是想告诉他，厂里老宿舍楼要拆了，他以前种的那棵桂花树被移到了家属院门口。信寄出去没有回音，他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，
也没再问。秋天又来了，厂里组织了一次退休职工慰问活动，林婉堂正好从京市回来，被请来做翻译。有几个外宾想来参观老工业基地，厂里接待。沈玉白不知道这件事，他那天在车间加班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走到家属院门口，他停住了。桂花开了，满树细碎的金黄，香气浓得像要溢出来。树下站着一个人，穿着深灰色大衣，头发披在肩上，正低头看着什么。路灯的光落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沈玉白站在10几步外，没有动。他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抬起头往他这边看了一眼。隔着满树的桂花，隔着落了一地的碎金，他们的目光撞在一起。他顿了一下，然后嘴角弯了弯，轻轻点了一下头。沈玉白也点了点头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。他把手机收进口袋，转身走了。高跟鞋踩在水泥路上，哒哒哒。他没有追上去，也没有叫他，他就站在那里，看着他走远，看着他的背影拐过巷口，消失不见。风吹过来，桂花簌簌地落。他蹲下来，捡起一朵，放在掌心里。花瓣已经蔫了，边缘泛着褐色，但香味还在。他想起很久以前，他搬来厂里的第一天，穿着一件红棉袄，站在院门口，看见桂花开了，惊喜地叫了一声。他那时候正好路过，看了他一眼，心想这姑娘真咋呼。后来他成了他妻子，再后来他把她弄丢了。沈玉白站起来，把桂花揣进口袋。他转身往宿舍走，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巷口空荡荡的，只有路灯还亮着，桂花还在落，一片又一片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林婉堂走到巷口的时候停了一下，他没有回头，只是站了几秒钟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大衣口袋里装着那张已经泛黄的离婚申请书，沈玉白签了字的那张。他一直没有交去街道办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是忘了，也许不是。两条路分岔在深秋的夜里，一个向东，一个向西，没有谁回头，也没有谁真的放下。